Come on, fuck are you doing？ 奇怪了，这个要看吗？这个不用，这个是用来看盲点的，是这个哦，不是用来看 left turn 的，实际上，但是它有点松了这个。松了。我就让它510，我有510，我有。哇，老 GTR 就是不一样啊！老 GTR 很吓人的，实际上。右舵 manual 好抽象。我等他人走，转弯灯都不一样。转弯灯在右边，然后我就对。我去，咋样？得不得劲？得劲，太得劲。太得劲了！这是510 wheel， 510 wheel， 轮上510，轮上510的 map， 轮上510的 tune， 然后我可以调一下，调到 red 是什么？轮730 wheel， 哦，730。哇！轮上730，就 big single 就是这种感觉嘛。它有点，现在有点，Water Meth， 今天这 Water Meth system 有点奇怪，有可能是 traction 它会滑，所以它会 cut， 它不应该就叭，不应该那个声音特别响，它应该是很 smooth 的一种，很 smooth 的一种感觉，有点奇怪，但没事。它有那个，我可以把它开，然后用 rolling 吗？哦 ，anti 就是那个 anti lag， 就是那种 super 放大炮，放大炮。然后那个车主设置了1、2、3 three stages， 它就是一个 stage 是小火，二个 stage 就是稍微大一点，然后3个是大炮。哦，3个火就是可以喷3种火出来。然后 traction 它有3个 setting， 各种的 traction， 然后它可以 all wheel drive 跟 front wheel drive 中间切换。哦，还可以切换的这个。要换更大的那个喷油嘴才行。换不是喷油嘴，是油泵啊，油泵跟不上，油泵跟不上，直接。因为它的 tune 是730 wheel， 但是那是在就是油泵在 cool down 的 position， 你油泵一热，它就达不到这个马力。啊，这么意思。因为它油泵热了，它 efficiency 降低，它喷油量根本不够。对。然后这样就是黄就是500，这是300 wheel， 500 wheel 700，然后你就 on the fly 你就可以换。你放我这里我不敢开，我真的不敢开。我说真的我不敢开。声音很好听这车。你放我这里我就会跟你放起来好了，我不敢开。阿 B 是有名的声音好听，是真的好听，他声音好听啊，声音。对。本来想 U-turn 算了 ，U-turn 不了，感觉因为是右舵车，右舵车在左舵的国家就是这么麻烦。没办法。你要 cross， 你不 cross， 我的抽象，我操！我转速，他妈的，主要是我开手动挡开的本来就不是非常非常好。然后他妈又来个右舵手动挡，开的我要命，你知道吗？就是感觉什么东西都是反的。
对，主要是左手，我刚开始开左手挂档，其实左手挂档练熟练了还是蛮舒服的。啊，我左手挂档练的我他妈一开始开的时候我手很酸，我都懒得升档了，他妈要降，然后，哎呀，然后我又不习惯。还要 heel 完透自己来做。我不会 heel 透嘛，所以我他妈就算了，就不搞这种 fancy 的。啊，每辆过去的车都要看。就它大 single 它就是会跳一下，会跳一下，感觉就是。哇，全取代电脑。然后它那个 peak boost 是30 psi， 现在30 psi， 就是2个 bar 多一点点，对，2点几个 bar 就是。哦，2.1、2.2、2.1、2.2，对，已经很大了。实际上能到32，但是它 wastegate spring 比较软，所以它 hold 不住那个 boost， 它会 drop。hold 不住。对，它会 drop boost， 所以没啥用。等于说，所以现在的 setup 就轮上730，但是轮上730。如果换一颗硬一点的 wastegate spring， 啊，然后换个大点的油泵就可以更好。这个小盲点的，看左转的一个小摄像头，很抽象，但是确实有用，确实有用，不然你整个人是不是就要重新全部过来到这边来看？不然你左拐其实很危险。这左拐吗？还哪？我们前面直走的左拐。然后这里都有 gauge， 给你显示 AFR、intake temperature 什么 boost、oil pressure 什么的。然后这个是 methanol， 就是flow methanol 喷了多少，然后有带 warning。齐了。哇！它就是会 kick。这才510 wheel 嘛。这现在是510的 map 才是。对，因为700多迈我不敢这样踩，我会怕爆炸。在前面下一个红绿灯，我们左转。但是这车悬挂不是那么硬，挺舒服的，实际上。它现在用什么悬挂？它是 D2， 很便宜的。D2 的那一款，很便宜的悬挂。这车就是很老的 JDM philosophy， 就是大马力。And let's go！ 他妈的，底盘软的像屎一样，每次油门下去，他们感觉掐死要twist成2半。听说233底盘确实是相对来说软，对，因为它是轿车底盘嘛。对，很软，没办法，改不了。你要把所有的整个那个底盘件全部都改一遍，然后所有的 bushing 啊，加上对，但这车都没干，所以这车有点 sketchy。就都没有弄，它只是做了大马力，然后把就是 2.6 就没有2.6，什么都没有动啊，就是它就是 RB26， 它就是 piston rod， 然后 head build， 然后后备箱有一大堆，就是另外一个发动机，就是另外就是之前炸的一个发动机，然后我开了 Antalab， 你可以听这个。害怕，听见了吗？害怕，真的老 GTR 会让人害怕的，你知道感觉到？是这样吗？是这，就是它就是就飞出去的感觉，咚。老 GTR 实际上无所谓，主要是这辆 GTR set up 的非常好。左边都可以，左边右边都可以。行。这个门就很抽象了，这个门。Nice。老 JDM 很接地气。这是你的 ins 对吧？对，这是我的 ins， 然后我那个，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去关注一下他的 ins。还有我的那个Unity Racing。你想做车队用吗？赛车出租。有兴趣的观众们赶紧关注他的 ins， 他 ins 在这个地方。
我到时候会放到影片的下面的资讯栏。然后我给你看一下，啊，好，小心小心小心每次。都撞，哎，没事。这是 engine cover， 然后这是那个 Accusum 的用处你知道吗？说真的不知道。就是 Accusum 就是如果你的发动机掉了油压，这里面的油是 pressurized， 就这个油会直接喷它。如果它检测到发动机掉了油压，它这里的油会直接喷到发动机里面去补油压。OK， 是这样子，对，它相当于一个 dry sump 的系统。相当于 dry sump 了已对经。，它的用处跟 dry sump 很像。然后呢，这是 methanol tank， 然后 methanol pump 啊什么一大堆。然后呢，这里还有它的之前那个发动机，它之前报过一个 RB26嘛，就它有很多。piston 都在这里。对，之前的 piston， 它有一个是烂掉的 piston 也在这里，它 drop 了一个 valve， 然后就打烂了一个 piston， 是哪个呢？这个这个它 drop 了一个 valve， 然后打烂了这个 piston。就等于说一个阀门掉进去了，这是阀门掉进去撞出来的吧？对对对，阀门掉进去，那个烂掉的阀门我不知道，我找得到了。no， 撞成这个是 valve C， 然后 valve 直接掉进去了。然后呢，这个是原本的 head。那不是引擎就穿了吗？这样。对。然后这看起来还挺硬的，这真的很硬啊！本来就是 Molly piston 嘛。对。是 Molly 反正是 built 的，是 Molly 吧？对，是 Molly piston。这个是之前的 rod bearing 啊什么的。大小瓦。对。然后这里还有很多。是。Cosworth， 这是 Cosworth 的 valve spring。都是好东西啊。对，这辆车上用的都是好东西 ，Cosworth 的 valve spring 啊，什么一大堆东西。现在其实相对来说 ，R33的话应该比32和34划算一点。对，性价比特别高，但是说实话，你买来为了性能，很少人买来为了性能的。对，所以就很难说。其实现在 JDM 大部分都是情怀买单了，都是。对，这家。那我就给你看点硬货。好，还有好东西。Holy， 这个是 head， 这是之前那个 head。老油了这个。你看，这个是 head， 看见没？它这里的 valve C 掉了，然后它就掉进去了。是这个地方掉了，所以它掉进去了。掉了？不对，是哪个森林啊？第6个，最后一个。数学有问题，这里看见了没有？它 valve C 掉了，然后呢，它就掉到里面去了。对，因为它 machine shop 做的时候，它把那个 bore 的太大了，所以它 valve C 没法。它整个破了过，等于说它的整个，所以它掉进去了，整个打磨过。对，这个上一台发动机就是这样子爆掉的，就是因为它 drop a valve。对，太硬核了。真的，老 GTR 太硬核了，我只能说太硬核了。R33真的是不是一般的硬核，全是好东西啊！前面是4活塞还是6活塞？Stock 我不知道。Stock 应该是4活塞，对，看这个样子应该是4活塞，后面是一个单活塞。他实际上给了我很多，我的很多 parts 都是他希望我去 build 一台 R34。OK R34。他想我 build 一台 R34， 所以他给了我很多他之前的东西。因为车主跟我关系非常好嘛，对。然后这辆车在卖。这是在卖。有兴趣的朋友的话，赶紧联系这个 ins， 他这台车在卖，730匹轮上。在 Ontario 全取代电脑，对，然后在安省，然后呢是带了 methanol， 所以你只需要加91的油，你不只用加91的油，对，因为它有 methanol 去补那个 octane rating 就行了，对。但是它比我别的车都吓人，确实，这感觉确实挺吓人，就是。我又找不到了，等一下。对，有这个才是 JDM， 有这个才是 JDM。哎呀，必须的，大 single turbo， 然后 oil catch can，
因为说蛙是全部 wiring 的，自己做的，全部都是花了时间做的。虽然看起来有点就是不是很干净，但是全部 everything work。如果有人买这个车 ，owner 会给你全部 support， 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这辆车最近在 PC Tuning， 在 PC Tuning， 我们本地的一个非常好的一家店 PC Tuning。PC Tuning 弄了一些就是 就是最后把这辆车给 set up， 然后是在 PC 的 dyno 上面打出来的马力数字。然后这辆车全是硬核的东西。前车主在2011年的时候买的，然后这辆车他从当时买来的时候是 blown engine， 他把整个车全部开始 rebuild， 他 build 了11年，全部东西都是他自己做的。11年？对，全部东西都是他自己做的。然后呢，今年他家里面他女儿出生了，他是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玩了。现在他女儿出生了，然后呢，他爸得了癌症，所以他没有办法 keep 这辆车，他必须卖了。明白，对，非常有一定的原因，还是就是不舍得，还是不舍得。HKS 的整个 cam 在这里我已经看到了，对 cam gear， 然后是 PRP 的那个 valve，PRP 的 coil kit，PRP 的一些东西。就如果玩 RB 的人，如果大家玩 RB 的应该都知道 PRP。对不对 ？PRP 跟 Peter McDonald 合作都是很厉害的，对，很牛逼的东西。PRP 对，这辆车上都是好东西。就是如果有人有兴趣买的话，整个 engine spec， 整个 spec sheet 什么就是全部 clearance 都有，我都是有指的这辆车，所以都是有保障的。对，每样东西都有保障。这辆车是 no bullshit， 因为这辆车他是给他自己 build 的，他花了11年玩一台车，不是为了瞎玩的。对，就是这样。这都是已经是他买来是 blown engine， 然后他第二个发动机就像我刚看的是炸掉了，然后这个是第3个了已经。就是这个 engine 公里数也不高，就差不多1万公里左右。1万公里就是有。就是他一直都在 daily， 然后呢爆，然后呢继续就是 build 一个 daily， 就是他 daily 的方式不是说我每天开，他就是今天我要去上班，我有心情我就开。一般他有一台 TSX 每天会 daily 开，对。哦，跟我们一样，都 TSX， 都 TSX。然后你看 oil cooler 啊什么的都是有，这辆车照顾的非常好。能看得出来照顾非常好，除了有一些地方虽然老化了以外，那没办法，因为是年份的原因。对，但是整体给我感觉看起来这个车其实还算来说，其实就是一些小的地方把它稍微自己弄一弄就好了。就我们玩车的观念一直都是买来不要收藏，买来就玩，对，去理解一个车。对，这就是为什么我把那个192卖掉的原因，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把192 keep 在那个地方，它第一它会坏，第二的话就是我没有享受到，玩不明白。对，这辆车车主就是2011年自己全部东西自己做，把一个车玩明白了，然后最后没办法，因为家庭原因要卖车。对，也算是就是把车玩到底了，也就玩到底了，玩明白了，没有地方走了，差不多也就是那样。确实是非常好。这个 engine 实际上是可以承受1000 wheel 的，1000匹轮上马力。只是这个 turbo 只是 good up to 800 wheel。然后呢，它为了 more boost control， 所以就在 wastegate 就是带这种不是 electronic 就 spring loaded wastegate 上面，你的 spring 软，就代表你的 max boost 你可以 keep 多久。这辆车它现在原因就是因为它的 spring 比较软，它的硬的 spring 在 trunk 里面它是有的，只是它不想换上去，原因是因为它想有 more boost control， 而不是更大的 peak power。peak power 对于它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冬天要开这个车，他也不是每天在 peak boost map 开，一般他也就在300 wheel 或者500 wheel 的 map 上面开，他不会开得很快。对，这个车主玩车就是为了把车玩明白，他不是很喜欢开快车，就是当然跟很多人不一样，但是他就喜欢这样，对吧？对，他不喜欢开得很快，也不喜欢那么多，他就喜欢把全部车玩明白，每一根挖要干什么，他自己都知道，每一个sensor自己装的。没错。对。这辆车 ECU file 里面都是写的非常好的，它每一个东西都是解释的非常好。车主给我让我学 standalone ECU tuning， 然后他把他 file 发给我，我他妈看了10几天了，还没看明白。太复杂了，真的是。对，确实是车主花了。就你说吧，键盘侠很喜欢干这种事情。对，键盘侠说：“哎呀，你这不会，我比你懂。”车主玩了11年，12年。你说你比他懂，因为你在网上读到了这个，你有用吗？这种东西有可能逻辑上是这样，但是你没有真的做出来之前，你这种都是屁话嘛，对不对？没错。我就是这个思维，所以这辆车我非常喜欢，不是因为
不是因为它有多快，因为我有的车，我 Corvette 1300 wheel 比这快多了，比这都快多1倍马力了。说实话，1300匹轮上，就说实话，有些车比这车快，有些车比这车做得更加好，但是这车有故事嘛？没错，这是代表这辆车就是一个人玩车从头到尾的一条路嘛？你想想，对不对？没错，都在有，看见了没有？全部，然后呢 ，clearance。多少全部都有，全部数据全部都在，没有一个缺的。你不用想，哎，这辆车人家卖我一个，我车上有什么都不知道，不可能。你看，全部 compression 多少，全部，这是 parts list， 还有大概 overview， 你看他写了多少？哦，你好长啊！你说吧，这车主有多喜欢这辆车？真爱了，真的是真爱了这台车。这玩从头到尾，有可能最后结果就是为了家庭买车吧。那也没办法，也可惜嘛。你想借我家放的话，我是不打算碰这台车，我就肯定会把它放起来。对，因为我觉得这毕竟是人家的心血，我没有花钱去买它，我没有购买它，我觉得我自己，我自己很多人开得明白。对，这第一，第二的话，我觉得我不是拥有它的人的话，我放我家我就好好跟别人放起来。我觉得我没有拥有的情况下，我就不要去乱踩别人的车，这样也是对。怎么说呢？对车主的一种尊重吧。这辆车车主给我的时候，一直都是说，你不要去怕说，哎 ，collect 不用，你直接去 daily。如果你要推出去，你要去体验什么叫做 JDM Single Turbo Built Six Cylinder JDM。什么是 JDM？ 并不是为了任何就是我要多快，就是那种涡轮 blow off valve 那种感觉那种声音，体验的就是精髓的 JDM 了。对，他其实这台车，你刚刚跟我讲，他说撞了这台车后，即使他自己撞了，他是会赚钱的。对，他保险比他现在想卖的价格还贵。对，他保险如果撞了这台车赔的话是会赔7万9，但是说实在的话，车主其实是想给一个真正懂他的人，就是说他不想把他12年的心血给一个傻大个吧，这么说吧，给一个傻子，然后你把那个车拿出去跟别人说啊，我车多少匹，我车多厉害，怎么之类的，然后，对吧？狂踩飙车，或者是被抓了、被泼了，或者怎么样之类的，你就要去跟这台车去交朋友。我们玩车其实我们玩车其实就是为了跟车去交朋友，去了解一台车，去知道它的性格在哪里，而不是说哦，我的官方数据拿出来多少匹怎么样？那这么来说的话。你就直接买一台快车就好了。说真的，说实话，这辆车买过去，这辆车如果有人买过去，他刚拿到手，他不敢放到 Max Boost， 因为这辆车的轮上730跟一个我那种大美国车轮上730不一样。大美国车它重，它轮胎也宽，你就下去，它 chassis 也硬，你就顶住就开了。这辆车整个 chassis 你会感觉到它 chassis twist， 你会感觉到它那种美妙的感觉，就是我操，我感觉我要飞了的感觉，就是毫无安全感，就是很吓人，真的。对，它有它自己的性格在里面。我也知道键盘侠在说，哎呀，轮上730 ，Dragster 轮上1万匹，什么什么，对吧？你说没有什么对比，那确实没有什么对比。但是你玩一个车玩的是开心，玩的是喜欢。对，你说玩的是热爱，你玩的是数字，那没有任何意义。没错，对不对？真的是，如果12年爱一台车的话，我相信很多人爱一个姑娘都爱不到12年，你信不信？有没有道理？对吧？你回去想一想，你还是不是喜欢你那个高中时期或者是大一喜欢的姑娘？你自己扪心自问想一想，是不是？不要我说，对吧？你结个婚，老婆我操，听不听得到？听不到。你结个婚还有7年之痒呢。他爱这个东西，爱这个玩意，就爱这个玩意。他爱了12年，什么概念？7年之痒都熬过了，真的不是。如果是什么，我们这么来说吧，就是说，家道中落吧，这么来说吧，真的不是家道中落的情况下，他真的不会卖这一台车。讲了这么多。我应不应该学阿月的一句话呢？算了，还是我自己来讲吧。你自己讲。你想怎么？喜欢的朋友们看过来，加他的 Instagram， 然后去问他，他会把所有的信息全部都发给你，包括这车怎么 build 的，他的所有的发票，所有的关于每一条的细节在哪里修的。
整个拉出来轮上马力是多少，以及它包裹多少件，它全部会告诉你。所以这台车的话，我觉得以一个12年玩这台车的人，就是独爱这台车12年的人玩出来的这台车，我觉得它是相当的有含金量的一台车在里面。好，这期就到这里，下期见。GTR。